也是非常雅致的作品。好的。那我们以前就是两个明初15世纪，一个是永乐，一个是宣德的青花的作品。对，就是刚看到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啊，我把他俩年代理解反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件是永乐，这件是宣德啊，但是呢，永乐的这种收戴尔葫芦瓶，常见的都是个儿大、头小、肚子大。是。而宣德的呢，常见的是头大、肚子小、个儿小。是。对，但是这件特殊之处呢，就是它是永乐的。对。但是呢，因为宣德的在这个地方都会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对。啊，这件没有款，而且看胎质啊，对，它比发色宣德要轻盈，抓在手上的感觉比宣德要轻盈，而且那个颜色绘工啊，用的材料基本上就更接近永乐。所以呢，这件呢，应该是比较难得的一件，就是小号的大头的永乐的这样的叫做轮花绶带耳葫芦扁平，因为它是扁的。对，然后这个器型其实是受了那个伊斯兰的那个，受了西亚铜器的影响。就是除了咱们国家的博物馆、故宫、上博以外啊，其他外国所有的博物馆，基本上在展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旁边都会放个西亚的铜的。是的，表明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表明师生关系，师生关系那种交流。对，然后这件烧制的成品呢，则有两个去处。一部分进入了宫廷啊，另一部分回到了西亚。比如我们在伊朗的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尔哈比宫里面都能看到这样的东西。对，所以它不仅仅是就是它等于是当时中国景德镇，借用了这个器型。是。一方面是返销回西亚，另一方面呢是用到了中国的自己的宫廷。而且它的纹饰其实也是有很多那种佛教的感觉，就是这种轮花是吧？是。所以这件东西呢，它特殊就是它的这个器型，就是在永乐比较少见的。而且这个器型很多老藏家都非常重视，非常重视。基本上收藏瓷器的全世界的大收藏家，每人都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绶带耳葫芦瓶。就是这是标配，就是有的是头大的、个子大的、头小的，也还有是这样的。但这种呢，就永乐的呢是比较少的，啊，这种形状的，就是大头，小个儿，这种的呢就是宣德的比较多。是。但是这件颜色也非常好，颜色非常好，颜色特别好。对，它这个蓝呢，就是既深又鲜艳，还有这种轻料的这种就流淌感啊，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件的艺术性呢，实际上也是很高，包括整个釉质也非常的清润啊，对，然后来源也非常好，这个是美英堂的收藏，就是瑞士的美英堂的收藏，对。然后这一件宣德的16尊，因为它底下带宣德款，你来拿啊，因为底下带宣德款，看到吗？但是这种16尊呢，和它相反，不带款的多。对，就是永乐的多。是。这件是宣德的，带款的少。然后在我印象里，好像就是前些年就皮尔金顿专场拍卖过一个，就市场里面这样出来过一个就是宣德款的嘛。博物馆的也不多，就北京故宫一个，然后国博一个。对，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对，然后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对吧？是。所以这件东西呢，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它是宣德的，而且呢，存世不多，然后它也是一个利剑。也是一个利剑，而且呢，因为它的器型的确是像一个石榴啊，翻口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我是觉得它也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应该佛教也有可能还有道教，因为它是画的灵芝，然后莲瓣是佛教的。然后它这个造型，我觉得它会不会也是从奔巴平啊？有可能早期的奔巴平，对，有可能，就是受到奔巴平的灵感，或者就是做类似用途的这样的东西，哎，所以它应该来说，像这个，你看它3层莲瓣啊，对吧？它除了中间灵芝就是道教，这几层是佛教的一些元素，是，哎，所以这件东西很有意思啊，是真的非常有意思，而且它的发色也非常的好，也不错，就是严格的说呢。
就是它，因为它是宣德的嘛，它的釉呢比永乐的肯定要泛青一些，它没有永乐那支那么白，而且它的料呢，就进口料的比例呢不像永乐的那么多，但是这件也是不错的，也比较宣德偏早一些，对，宣德早期一点，早一些啊，是，还是发色比较浓艳的那一种，对，应该是宣德5、6年附近，它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写款的时候的东西是啊，对，而且它整个这个绘画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一直是绘画到了它这个底部，对，口沿的下部，是从口沿下部一直对画下来，一丝不苟，对，是的，对，一丝不苟啊，它不会因为你看不到，它就忽略，是的，对，所以这两件呢，都是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这件同样也非常少见，因为现在永宣的东西呢，历来也是大收藏家非常重视的一个品种，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品种。无论是欧美的大藏家，或者是我们亚洲这边的，是啊，就是最近10年呢，就是因为梅英堂啊，包括那个石院灵璧山居这些那个重要欧美藏家的整批的出示他们的那个藏品，所以导致呢，就是永宣的东西，比以前。在市场上出现稍微多了一些，但是呢，就是它的整体总量并不是那么多，只是集中的在最近这10年出来了不少。因为明代的官窑瓷器的烧制的制作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对。所以呢，这像这样的东西，在40年前都是很贵的东西，是，就是在40年前，他们甚至。比清代官窑的一些重要品种要贵很多。外国甚至是有一个英文的 term 叫 main vase，the main vase，就是他们对他们的外国人的认知就是很重要或者是很名贵的一些中国艺术品，他们就叫 the main vase， 就是明代的瓶子，类似于就是因为他们也不分啊，也不会管这个叫16尊，也不会管那个叫寿戴尔葫芦瓶，全叫瓶子，对，是吧？所以这些在历来。都是受到就是重要收藏家的青睐。对，即使是在明朝本身，在晚明以及清初人记载中，就是永宣的这个重要性，甚至在于成化之上。对，是在于成化，就当时人的记载就已经认为这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对，就永乐和宣德的青花瓷器，或者还有一些早就永乐、宣德的单色釉，反正只要牵涉到永乐、宣德的，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代名词。是，那我们刚才就谈到，就是欧美的一些老的藏家，一些很重要的收藏家。对。那我们其实这一次也有另外的一场重要的专场，就是帕默家族的一批重要的瓷器还有艺术品。然后可能戴老师可以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个 Palmer Family， 就是帕默家族的一些历史。这个家族呢是非常重要的英国中国瓷器的收藏家族。请注意，我们讲的是家族，就是它是从曾祖父、祖父一直到现在，都是在有中国瓷器的收藏。那我们这个专场的瓷器，自进入他们家之后，这批瓷器是第一次进入市场，重新进入市场。使大家继续有收藏的可能性。那这批瓷器都是我们讲来源有序，而且很多是1920年代、1930年代的展览收藏，甚至还有17世纪就当时销售到英国就已经在那里收藏下来的这个拍品。那这一批藏品中呢，其中有参加过1935、1936年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这个藏品，以及其他一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的那本图录。那本图录的对于这些来源也都非常的介绍，非常的清楚，甚至能够从中看到一个20世纪初英国收藏中国陶瓷的一个状况。是很好的一个历史切片。我们又重新看到当时到底一个帕默家族跟什么样的藏家买，以及重要的古董商买了很多已经从市场上退出了。对，但包括一些我们都很认识的名字，包括 Alfred Clark，
克拉克对Blewett Spark 包括对，还有像罗素，对。然后这个家族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它是其实从曾祖父的那一代，它其实是英国甚至是全球曾经是最大的一个饼干的一个饼干商，制造商啊，对。然后他们最有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密封的饼干是他们发明创造出来，就是那个生产方式。然后他们有一个家族人呢是做这个罐头的，就饼干的罐头，铁罐铁罐的，对。所以他们甚至会用他们藏品收藏的中国陶瓷上面的这个元素，重新作为设计包装的这个灵感。对。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设计的一些包装的那些铁罐，甚至那些单独的那个叫 Henley and Palmer 的铁罐，其实现在也是可以独立作为藏品，作为收藏，有人专门收藏，是专门是收藏他们的藏品的，所以就还是一个对艺术跟收藏是蛮有影响力的，蛮有影响力，以及对于中国艺术的爱好，那么持久其实是真的是很难的，是。然后我们这一次主要都是明末清初的一些瓷器，对。也都不错。像这个笔筒就是五彩的，康熙五彩的比较难得。是。就是你看，它用蓝彩、绿彩、红彩，来反映这个山石的这个感觉，就非常好。是的。而且用这种，你看它这个用浅酱，用那种绿颜色，反映了这种水波纹。画得非常好。那这个呢，就是这种类似以前的青花的看到的比较多。对。像这样子五彩的，这样的五彩的呢非常少。这青花呢比较像水墨，五彩就比较青绿。对。如果以书画就是比较的话，而且这个青绿呢，它上面还画了不少人物。是。而且呢，这件看实物的感觉呢会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你看习惯了青花的。而且它不是没有青花，它是用蓝彩代替了青花。它这个蓝不是右下的青花，它是右上的蓝彩。对，所以这件呢，就是我认为它可能是康熙比较晚一点，接近雍正时候的作品。对。其实这种彩呢，这种蓝彩呢，从本质上说，那个档次还是非常高的。是。档次还是非常高。好，那苏珍大老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这一次有乾隆三生的那个专场，然后我们最后一件就是我们压轴的拍品，我们不如现在就来观赏一下，好吗？好，大家看到吗？在我们眼前就是有一件非常精彩，它的高度有51公分。一个清乾隆斗彩苍龙教子抱月瓶，对，就是大抱月瓶，大抱月瓶，对，因为超过了常规尺寸，它就要加一个大字儿。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抱月瓶这个品类里面算是最大号的，对吗？而且在以前我们讲所谓叫斗彩无大器，就是斗彩这品种通常不会做大的东西的，对对。那这种就属于斗彩中少见的大器了，就是大尺寸器物。对。而且抱月瓶这个器型本来就是非常难烧制，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器型，它可以做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是非常的震撼。特别它那个龙纹的那个表现跟它那个尺寸，其实我们实物看到，其实还是真的蛮震撼的那个感觉。对，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冠架下边是有支钉痕的，对，那这一件大抱月瓶在它下部依然能看到当时烧造乾隆官窑烧造的这个特征，工艺特征就是也会有支钉痕，这样让它在窑里烧的时候不会塌、不会歪、不会倒、不会变形啊。对，它浑身有不少支钉痕，这个在抱月瓶身上是经常能见到。是的，可能是因为和它这个造型它比较扁。标扁对有关系，它把它支撑起来。它是这样，就是包括像青花釉里红的比它小很多的抱月瓶，我们也会在一些地方看到。是的，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也有稍歪的、很歪的那个青花的抱月瓶，小尺寸的。就是如果是这是个扁平，左右不太容易歪，前后很容易歪。是。所以就是很多支钉支在这儿是为了让它主要是防它不要前后
这种岛，哎，所以这种瓶子呢，就是应该来说这么大尺寸呢，相对来说是非常少。而且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纹饰加上这个尺寸是孤品，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荔枝，无论是在市场里面或者是在博物馆里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纹饰啊，它是苍龙轿子，因为可以看到有一条大的龙，然后旁边还有一条小的。然后这个纹饰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也有苍龙轿子的乾隆的抱月瓶，但它的纹饰是稍微不一样的。那个龙在这边，那小龙是在左边。对。啊，而且那个龙呢是在伸出了头跟上半身一点，没有像这只一样基本出水了2/3。是。然后它也有故宫其实也有另外一只那个抱月瓶，它是2条龙的，它是双龙戏珠。对，就是那个颜色可能会比较相似，但是那个纹饰上，就我们现在这个是说是孤品，对，可以说是孤品。它这个画意啊也很有意思。是，你看上面是鸿福齐天，对，正中间一个蝙蝠，旁边是云，是，下面是江山万代，对，就是海水、江崖，然后呢石头，祥云纹，江山万代。这个祥云呢是和蝙蝠是一组的，就是鸿福齐天。是。然后中间呢是苍龙轿子，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了，就是苍龙代表，大皇帝、老皇帝，小的这条呢代表小皇帝，对吧？就是这种。就是帝王对自己的继承人的那种。对，因为下边就是海水江崖，就江山了嘛，相当于江山了。对，上面就万里江山嘛，上面就鸿福齐天嘛，所以它这个画意啊，而且这个瓶子，就是看图和站在面前看实物啊，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件东西，如果站在他面前看实物，你会觉得它气势非常的宏伟。很震撼，就是在他身上，他虽然是乾隆的瓷器哈，但你看到的呢，就是不仅仅是乾隆的瓷器的这种精美，你更容易，你也会感受到一种这种皇权的威慑。所以这件瓶子，我认为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这个气势。它无论从它的造型和它的画面和它的纹饰和它的用色结合在一起，就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气场，震撼力很强。所以这个呢，我建议呢一定要看实物。对，包括它2个耳朵双喜，双喜啊，刚才讲到。而且这个呢，你们放的稍微矮了一点，这个瓶子呢，就是如果再放高一些啊，你看上去这个感觉就更好。因为这个瓶子呢，就是它主要就是要表现出这种气势嘛，对吧？然后它的色彩就是它，因为它都是釉上彩嘛，但是它就是保存的特别的好，就包括它那个矾红彩的那种表现的方法，而且它描金，就是大家可以留意到，为什么刚才苏先生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实物看呢？因为你一定要到现场看，你才会看到它描金的那种保存的那种状态，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它这个描金在边上，有的地方描，有的地方没描，龙边上它其实上也是一种突出立体感、增强立体感的这种。它很有讲究的，非常有讲究的。对。而且这个云，它的画法通过斗彩这种方式表现的出来也非常立体。对，对吧？这种云的造型，在雍正和乾隆的斗彩瓷器中间啊，是一脉相承。对，是从雍正开始有。但是在雍正上可能会比较在这种小型器上面，包括一些小文房啊、水沉啊那些。也有大的，就是这么大的瓶子也有，但是就是到了乾隆呢，应该相对来说更加立体一点。而且就是从色彩上就能够理解当时清宫里为什么管这种叫五彩。因为当时其实斗彩都是划归到五彩的那个范畴里面。为什么叫五彩的感觉？其实是多彩的那种。斗彩是民国才有的称谓嘛。但是这种东西它用的材料呢，斗彩呢，这种斗彩呢，它是用的是材料和五彩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有增加了粉彩的材料。粉彩材料，对。所以这个是雍正、乾隆2朝才有。而且它不光是就是传统的斗彩描边，它甚至在祥云里边，它实际上它也用纯青花来描绘祥云的一部分，它已经仅仅
它青花不仅仅用于勾勒是，还用于大片着色。大片着色，这是乾隆斗彩的一个特征，就是它青花就是使用的更加多。对，而且呢，青花也分浓淡，你看有地方深，有地方浅，对吧？它实际上还是这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更多的彩，显得更加的富丽堂皇，更加的漂亮，对吧？因为雍正、乾隆两朝的斗彩上面的用彩呢，实际上比康熙的要多，哎，所以你看下面的有一些很嫩的那种黄，或者那种紫颜色，那个都是一般五彩中间没有看到的，就只有在粉彩中间才有的。它本身设计烧造、施色以及入炉的这个加彩，都是用很多次反复的烧，才能烧成一件成品。对，是，而且这么大个东西烧这么多次，也确实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成功率其实是很低的。所以这件东西也是就是保存的非常完美啊。是，所以这个呢，从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非常幸运的事情。是的，非常幸运的事情。而且，就是像这种耳朵也碰坏，它这个也没有碰坏。其实跟我们刚才其他两个那个乾隆三针，其实那个赤龙耳，其实那个造型一样，对，含义其实也是一样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含义。而且呢，你这几个赤龙耳呢，基本上都没有碰坏，是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对，这个最容易碰坏。对，是的，是吧？所以呢，包括彩也是保存的特别的好。是啊，这个瓷器呢，就是它保存是它最大的问题。对。因为它和其他的收藏门类比较起来呢，就是相对脆弱一些，相对脆弱。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品相呢，对，而且越大的东西越难保存。是，这件是全品啊，这件是全品相，所以呢，非常难得。对，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苏先生跟戴老师的介绍。那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是明天、后天13、14号，在我们佳士得上海办公室会举行一个精品展。然后呢，我们香港的拍卖，我们的预展是25号到29号。那欢迎大家到时候来看一下，然后也来就是观赏一下我们的这些精彩的拍品。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